Hello， 大家好。加拿大央行在上次议息会议上提出有条件暂停加息，但是由于不断上涨的物价、强劲的消费、火爆的就业市场以及美国的通胀高于预期，引发了人们对加拿大央行是否能停止加息的质疑。本周，加拿大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，1月份的通胀率同比放缓至 5.9%， 通胀数据下降让人感到十分意外。这是因为1月除了汽油价格涨幅略有放缓，手机费有所下降，乘用车价格同比增速放缓之外，人们在其他方面感受不到任何通胀放缓的迹象，尤其是食品价格仍在继续飙升。1月份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了 10.4%， 食品通胀率已经连续13个月超过总体通胀率。新鲜蔬菜上涨了 14.7%， 乳制品上涨了 12.4%， 鸡肉同比上涨了 9%， 肉类上涨了 7.3%。加拿大统计局不得不在官网解释，通胀下降主要是受到了基准年效应的影响，也就是作为统计基准，去年1月份的通胀率已经非常高了，这导致今年的通胀率较去年的高水平相对放缓。这种放缓并不是加拿大在通胀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，因此最近有很多给房产市场带节奏的人声称通胀已经显著下降，利率已经见顶，很快就能看到央行降息的说法并不靠谱。尽管如此，1月份的通胀数据可能会推迟加拿大央行加息的时间。事实上，投资者正在加大押注，他们认为加拿大央行把再次加息的时间推迟到了今年夏季，并把降息时间推迟到明年。推迟加息会导致房产市场再次升温吗？1月份加拿大的房产市场并没有像房产经济鼓吹的那样市场复苏，全国房屋销售量跌至14年来的最低水平，房价也在加速下跌。1月份房价指数下跌了 1.9%， 高于前5个月 1.6% 的平均跌幅。新房市场也非常萧条，大多伦多地区新房销售在1月份创下了23年来的新低。根据建筑业和土地开发协会的报告，1月份大多伦多地区仅售出了567套新房，销量同比暴跌了 81%， 比10年平均水平低 70%， 这也是自2000年以来最低的水平。其中单户住宅的销量仅为186套，创23年来的新低，同比暴跌了 70%， 比10年平均水平还要低 78%。基准价格下跌至173.0359加元，同比下跌了 2.3%。新公寓的销量为381套，创下14年来的新低，同比暴跌了 84%， 比10年平均水平低 64%。新公寓的价格同比下跌了 2%， 至1127192加元。大多伦多地区1月份的新房库存量上升至13490套，达到了2年来最高水平。公寓库存达到了 7.5 个月，单户住宅库存达到了 4.8 个月。房产负担能力下降是库存增加、销量和房价下跌的主要原因。根据 RateHub 收集的数据，加拿大在房价下跌的同时，房产负担能力却比1年前更差。10个主要市场中，9个市场买房所需的收入比1年前有所增加。其中 BC 省维多利亚的负担能力下降最为严重，维多利亚的房价在过去1年仅下跌了11800加元，与去年相比，现在收入要增加25000加元才能买房。在维多利亚以平均房价买房所需的年收入为169250加元。多伦多1月份的平均房价为1078900加元，比去年下跌了178600加元。因为房价下跌的幅度比较大，现在人们只需要比1年前多收入7620加元就能买房。在多伦多，以平均房价买房所需的年收入为207000加元。卡尔加里的平均房价在过去1年上涨了29400加元，人们需要比1年前多收入20310加元。在卡尔加里以平均房价买房所需的年收入为105680加元。在10个城市中，唯一负担能力改善的城市是安省的汉密尔顿，他们的房价比去年下跌了202900加元。现在购房者所需要的收入比去年减少了4350加元。加拿大央行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加息8次，把基准利率从 0.25% 上调至 4.5%， 这导致抵押贷款利率飙升，目前最优惠的利率为 6.7%。现在要获得抵押贷款所需的压力测试利率为 7.37%。在未来一段时间，如果要使房产负担能力回到正常水平，要么需要降低抵押贷款利率，要么需要房价继续下跌。现在距离 2% 的通胀目标还很遥远。央行行长蒂夫本周四在下议院财政委员会作证时说，
经济需求过剩，这给价格带来了上行压力。如果通胀停滞不前，我们已经做好进一步加息的充分准备。嘉鼎集团的经济学家表示，尽管他们坚持加拿大央行目前维持利率不变的基本情况，但央行被迫进一步加息的风险很大。报告称，鉴于今年经济开局较好，我们推迟了加拿大首次降息的时间。在美国，我们将继续看到美联储在今年第二季度提高政策利率。如果通胀不配合，则存在进一步收紧政策的风险。最新的数据表明，美联储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。嘉鼎集团现在已经把美国的最终利率预期从 5.1% 上调至 5.6%。上一次美联储的会议纪要显示，虽然美联储在上次议息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，但是其中有2位成员主张加息50个基点。现在美联储预测峰值利率为 5.25% 至 5.5%， 这增加了6月份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。高盛和美国银行也表示，他们预计美联储今年还会再加息3次。要让房产负担能力回到正常水平，要么需要降低抵押贷款利率，要么需要房价继续下跌。这样一来，就是只剩下唯一的一种可能，那就是房价继续下跌。皇家银行的最新报告认为，到目前为止，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价格调整已经结束，而且1月与前5个月 1.6% 的平均降幅相比略有加速。预计买家持续面临房产负担能力问题，房地产的价值将在短期内进一步下跌。其中 BC 省和安省面临更大的压力，因为这2个省份自夏季以来需求一直十分疲软，导致房价持续下跌。在1月份的大部分时间里，安省和 BC 省的下降趋势并没有减弱。蒙特利尔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道格波特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表示，虽然房地产活动可能接近底部的希望一直存在，但是我们怀疑市场仍在消化过去1年令人难以置信的激进加息。根据最新数据，我们预计未来几个月全国房价会进一步下跌。加拿大央行在上个月修订后的货币政策展望中表示，预计房地产市场将持续降温至2023年年中，然后小幅反弹。嘉鼎集团的报告指出，房屋市场的调整已经很明显，销售量较1年前的峰值大约下降了 38%， 平均售价较市场的高点已经下降了 20%。 这个报告认为房产市场还有更远的路要走，因为高利率将继续对房产市场活动造成压力。从以上可以看出，加息的时间越晚，通胀就越顽固。如果加拿大央行把加息推迟到夏季，这势必会延长本次加息的周期。从去年房价见顶之后，已经有好几波人被忽悠进房产市场抄底，这样的抄底今年可能还会出现几波。即使如此，房价继续下跌的趋势也无法改变。央行加息之后，虽然持有浮动利率抵押贷款人都已经达到了触发利率，并增加了月供还款额度，但是加拿大央行的数据显示，浮动利率抵押贷款现在仅占未偿还抵押贷款债务总额的1/3。在央行加息之后，大多数抵押贷款还没有更新续贷，所以到目前为止，加息的影响还远未显现。除此之外，楼花市场的暴雷也离我们越来越近。在1990年代的多伦多房产市场大崩盘中，房价下跌持续了12年，房价直到2002年才超过了1989年的水平。今天我们又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房产市场大崩盘，在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时机，千万不要盲目抄底。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，谢谢观看，再见。